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aiwanese Mandarin Podcast， 我是 Kevin。上一集我们聊了珍珠奶茶，大家听完了那一集之后，有没有去买一杯微糖微冰的珍珠奶茶来试试看呢？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一个更狂的话题。如果说珍珠奶茶是台湾人的灵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台湾人的第二个家，或者说是生命维持系统。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台湾的超商或者便利商店。如果你来过台湾，你一定会发现这里的超商密集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在一条街上可能就有两家，短短的100公尺内就有2家便利商店呢？我看过一个更狂的景象，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我方向的右边是一家 7-Eleven， 然后左边是一家全家 Family Mart， 对，他们刚好就开在互相的对面。好。但你可能不知道，对台湾人来说，超商早就超越了商店，单纯的商店的这个定义。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带大家拆解看看台湾的超商到底强在哪里。讲到超商，大家应该也都会想到几个亚洲国家也都有超商，比方说日本或是韩国。像前阵子我去越南也有超商，更不用说在中国大陆啦，那个超商也是常常有的。那刚好我最近去了日本，然后我很常去他们的超商，所以我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个礼拜我去日本的时候，日本超商给我的感觉。像我在日本超商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东西也很多，对，是没错啦。对，他们里面的像面包多，甜点多，零食多，饮料也多，所以我觉得那种甜点呢，还有那些食物那种精致度是真的没话说。像去在日本旅游的时候，我就3餐常常就是靠着他们的那个 Seven 或是他们的 Lawson 对去解决的。对，而且有些饭团真好吃诶，有些饭团是台湾超商没有的口味哦。还有，如果有人也常去韩国旅游的话，韩国超商应该也很有特色，对吧？他们听说他们有一种现煮泡面的机器对，这个机器确实台湾的超商也没有。还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这种各种联名的零食。是的，日本、韩国的超商都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方便。那台湾呢？台湾的超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超商走的是另外一种外挂路线。如果说日本、韩国的超商是专业的美食家，那么台湾超商以及台湾超商的店员简直就是一种特种部队。在台湾，超商不只是买零食、买饮料、买一般生活用品的地方，台湾的超商几乎承包了台湾人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种琐事。这个部分可能是外国朋友最惊讶的地方，那就是在台湾你可以1个月不进办公室，但是你不能1天不去超商。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超商不只是超商，它扮演了以下的几种角色。第一个，物流中心。在台湾我们常常在网络购物，那网络购物要怎么样得到我网购的东西呢？那就是超商取货。事实上，在台湾很少人把网络购物的东西直接寄到家里来，这当然有其中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运费特别贵，那第二个原因是有些人的家里可能不方便收包裹。对，像有些人的家他
没有一个专门收信的地方，那常常有些挂号信啊，有些包裹是需要签收的，那可是白天又在上班，所以不太可能能够在家里无时无刻的等待着包裹寄来。所以在台湾更多人其实是选择的是超商取货，常常我们会把网购的东西指明寄到巷口的家里附近的超商，这个就是所谓的店到店的服务，或是超商取货的服务。超商取货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你24小时随时随地可以去取货。因为台湾的超商大部分都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如果今天不管你多晚下班，你只要在下班回到家以前，顺便去你家附近的超商取货，随时都能够取到货，很方便吧？更重要的是，还有货到付款。网络购物你不一定要信用卡，你也不一定要先付钱，你可以确认你的货已经到达超商了以后，那么你再到现场去拿货的同时再付款，超级安全又方便，对吧？第二个，台湾超商的角色是文书中心，也就是说，你家里没有印表机没问题，去超商的 iPhone 机使用 iPhone 机来印。对，那这个印表机呢，这个 iPhone 机呢特别厉害，它不只可以印一般的文件，还可以印照片、印明信片、印卡片、印贴纸、印各种各样你可以用在生活各种各样东西上面的那些文件。你只要把你要的档案上传到超商系统的网站，然后到了现场你就手机按一按，然后按一下你的那个列印的号码，那现场的印表机就帮你印出来，或是你要影印东西，你就带着你的文件到超商，直接自己操作影印机也可以。甚至这个文书中心不止列印东西，还会贩卖票券，一些演唱会的门票，或是一些什么交通票，这些你都可以在超商的这个机器直接操作，1分钟就可以得到车票或是门票。还有第3个超商的功能，那就是万能缴费处。这个其实是台湾最神奇的一个风景，不管是水费、电费、瓦斯费、学费、停车费，甚至是交通罚单，你都可以带着那个缴费的条码到柜台说我要缴费。店员看着你的账单，只要用他们的条码机一扫，然后付钱，你就完成了你的缴费，你的债务就清掉了，是不是非常方便呢？不用特别去跑银行，也不用特别去邮局，任何地方无时无刻你都可以拿着你的账单去超商缴费。以上是3个超商在台湾人生活当中最常被使用的功能与角色。所以你会看到在台湾的超商呢，柜台永远都很忙，因为店员除了要做一般的结账以外，他还会帮你泡咖啡，还要帮你操作机台，还要帮你热便当、微波便当，还要帮你超商取货，还要帮你缴费，各种各样的需求，台湾的超商的店员都可以快速的满足，所以我们说台湾超商的店员根本就是特种部队吧，哈哈。在这里我还想要再分享一个比较深度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台湾超商的功能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台湾的超商是一个还蛮矛盾的一个集合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它追求极致的流动性 mobility 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台湾超商的设计通常会是设计在客人一踏入店内，至少在3分钟之内就能够走出店面，满足他的需要，
这样子。比方说很多早上上班族，他们上班以前他们就要跨境超商拿东西，然后结账、微波、加热、买咖啡，这样的流程前后应该要在3分钟内就完成。对超商来说，服务一个客人绝对不可以拖太久的时间，所以客人尽量要在3分钟之内就能够被服务完成。这个就是台湾超商讲求效率的一个补给站。但是另外一方面，台湾的超商不只是超商，它还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停留性 stationarity， 也就是说在比较大一点的门市，不管是全家便利商店或是 7-Eleven， 他们其实都提供了非常舒适的座位区。这些座位区可以让你喝咖啡，让你等朋友，甚至可以让业务在那边开会、聊天、谈生意，还有插座和厕所。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学生甚至会在超商里面写作业，那么老人家在那里喝咖啡坐1个下午。这就是社会学家说的第三空间 the third space， 也就是它除了是家和办公室以外，第3个让你停留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让你在台湾的城市当中可以暂时休息，你不用花大钱去很贵的高级的咖啡厅，你可以在超商花一杯大概30-40块台币就可以买得到的咖啡或饮料或是甜点，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休息。台湾的超商就是这种又快又慢的特质，所以呢，台湾的超商能够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它满足了你在这个城市有时候讲求效率，有时候又希望暂时休息停留的这样的需求。在最后我也想要再分享，还记得一开始我提到的有趣的现象，在一条路上或者是就在一个路口的两边同时看到2家便利超商，对吧？而且有时候这2家便利超商还都是同一家哦，就是有时候同样都是 7， 他们就开在彼此的附近。对，有时候我都想说他们开这么近，难道都不会互抢生意然后倒闭吗？神奇的是不会，他们都还活得好好的。这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台湾人对超商的概念，以及对于一个超商要服务的范围，真的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台湾人真的很懒，有时候住在这边的人，他不想要过马路去对面，所以这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对面有超商，我们这一侧也应该要有超商。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在一条马路的2侧都有超商的原因。重点是台湾人的生活真的离不开超商，而且也很多需求需要透过超商来满足，这就支撑了超商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小范围内得以持续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一个超商它大概就是服务50公尺范围内的一个生活圈，超过50公尺这样的范围，对台湾人来说就要开另外一间超商，所以你就会看到100公尺的一条马路上至少要有2家以上的超商。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说，全家便利商店和 7-Eleven 2个卖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想要去全家买东西，明天我就想要去 7 买东西。对我来说，2家店我都需要，2家店都应该要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台湾人生活当中很特别的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超商来满足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城市需求。最后我们再聊一聊台湾超商吃的，再拿上个礼拜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的超商经验来谈一谈。在日本超商我发现其实不只是日本的超商，在日本有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不方便的地方，那就是素食不友善。也就是说
素食呢，基本上在日本要找到素食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台湾的超商卖的饮料、卖的食物非常多。我们就讲素食这件事好了。台湾尤其是台北是一个素食友善的城市，现在很多超商都专门有一个素食区，里面提供各式各样蔬食便当，而且咖啡也有燕麦奶咖啡。对于那些不吃动物制品的人来说，台湾的超商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素食友善的食品让你选择。对于我们这种吃素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上个礼拜在日本真的好痛苦啊！对，每一种东西都一定会有肉，每一种东西都一定有动物制品啊，真的是最后只能吃那个酸梅饭团。好，重点是还有，我真的觉得超商的饮料真的是太强了。超商的饮料不只是有罐装的、瓶装的饮料，连咖啡还有茶，在台湾你可以买到泡好的那种鲜萃茶，就是帮你泡好的那种茶，热的哦，而且是高山乌龙茶，真的是茶叶泡的哦。而且咖啡也有各种不同的咖啡。现在还有超商还提供啤酒的服务，就是真的有啤酒的机台，就像你在 lounge bar 里面一样，那种现场调啤酒给你喝的那一种啊。总之呢，台湾的超商真的是超级方便，超级强大。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就软实力来说，台湾的超商真的是世界第一。好啦，聊了这么多关于台湾的超商，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在台湾超商必备的单字。第一个，微波。常常你买便当、买食物、买冷饮，超商店员都会说要微波吗？就是要不要加热，他们会用微波炉帮你加热。还有第二个，如果你在台湾的超商使用了超商取货的服务，通常他们第一句话会说末三码。什么是末三码？也就是你手机号码最后的3个数字。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透过你的手机末三码来帮你查询你的包裹的，所以你要先提供手机末三码给他们，然后他们才会验证，帮你确认你的商品、你的包裹是不是到达了这个超商。好啦，说实话，如果明天台湾超商全关了，我想台湾的社会应该会停摆、崩溃，应该甚至集体崩溃吧。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欢迎订阅、留言，跟我分享你在台湾超商遭遇到最特别、最有意思，甚至是最惊讶的事情是什么。我是 Kevin，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